可以用，然后有时候他让用一半，或者是有些店铺他能让用，有些店铺他不让用。辛辛苦苦搬砖1个月，终于迎来发工资的时刻，结果钱没见着，倒是换来了一沓五花八门的购物卡。你以为这是大奖？告诉你，这就是打工人福利。不仅额度有限，商场指定，日期限定，简直是给你发福利，同时还得跟你讲条件。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打工人还有出路吗？出国去美国、加拿大就真的能躺赢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，我是李幸福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一下这场现实的闹剧。我知道你有理，但我们先不讲道理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年关难过，意思是到年底了，做生意的该清理一下自己的欠款和没有收回来的债务了。很多公司都会在年底爆出欠薪讨债的戏码。最近郑州的这家商场上演了一出惊悚大戏，员工工资换成购物卡，消费时还有一堆限制，消费金额有上限，消费商场有名单，消费日期更是只限每个月1号。这可真是打工人的福音。知情人士张女士称，单位没有给工资，给的是卡，金额达到几十万元，但是购物卡却用不了。12月2日，新田360广场郑州国贸店工作人员称，目前这个卡消费时确实有限制，使用时间在每个月的1号，且每次消费总额控制在一定金额内，一个人一张卡，一次1-2千元。其还介绍，每个月消费的商店有限制，都是谈好的合作商家，具体的商家名单每个月1日会公布在1楼服务台区域，并且这个名单只会公布在线下，网上没有，要当天过来看。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刷卡的人非常多，如果一个人刷了过多额度，可能会影响其他人消费，建议大家每个月1日过来慢慢消费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根据相关企业平台资讯显示，购物卡所能用的商场已成立20余年，已被列为老赖，其所属集团成员企业超50家，且关联了超500起司法案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不是新田360广场首次出现用购物卡抵工资的情况。2023年6月，据都市报道的报道，有消费者投诉给新田360干活，他欠我们工程款，抵给我们卡。但手握购物卡的消费者到新田360消费时，却发现没办法花。在调节过程中，新田360广场、郑州国贸店还打起了太极。12月3日，媒体致电郑州人社局进行跟踪报道，官方表示，企业如果用购物卡形式发放工资，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，消费者可以根据企业所在区进行投诉。现在中国经济下行，打工人日子难过，欠薪是常态。有网友调侃，我们可以用购物卡还房贷吗？听着像是段子，但谁又能不感受到其中的辛酸呢？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。相比于国内看不到希望的内卷，很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到美国、加拿大这些看似天堂的地方。根据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20年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，截至2020年，中国对外移民的总量达到1046万人，其中女性569万，男性477万。若按移民目的地地区划分，最喜欢去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，尤其是美国。但是移民出去后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有理想乡吗？去美国也不过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，而且你每天都可能面对你去过迪士尼吗？这类无聊对话，可不敢胡说，可不敢胡说。作为外来移民，不管生活在美国多久，毕竟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，文化差异是很明显的。很多时候压根和语言没关系，比如别人聊一些明星、体育、电视节目时，你可能根本就插不上话，压根就不知道对方说的是谁。或者当别人说出来一些本地俚语或者段子梗之类的，如果不是在美国很长时间，压根就不懂。说白了，就是接不上话茬，没法唠下去。时间一久，就更不想说话了。
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生态系统，娱乐、社交互动，甚至工作生活都紧密交织在一起。在中国，娱乐节奏快，互动性强，与社会动态息息相关，每天都时时接到各种推送，热搜满天飞，评论区互动更是贡献无数搞笑段子，金句频出。这些根植于国内特定的背景和集体记忆的幽默和文化笑点，让国外的华人感到很落寞，因为毕竟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即使追随这些热点，大多也只能是外在的模仿，而无法真正融入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笑点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不要你觉得。而淘宝则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。随着各种外卖平台的变态内卷，不仅喝奶茶这些可以足不出户，而且连买菜都可以不出门进行网购。商家的各种优惠层出不穷，让这种便利的生活极其便宜。而在国外，朋友聚会是一件需要非常周密的计划，请谁不请谁，吃什么怎么吃，很难体会到那种来一场说聚就聚的聚会的随意性。等到终于筋疲力尽的完成聚会，还得自己打扫。如果为了方便，聚会采用一次性餐具，又会让整个吃饭的档次看起来比较粗糙。毕竟蓝血的贵族们不仅要严格的搭配各种食材和各种酒，并且每道餐适用的餐具也大有讲究。操！其实这些失落感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底层逻辑不同。像美国、加拿大这边的人际交往，人们之间的边界感很强，大多只能不咸不淡的聊点天气，或者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体育运动，或者看过的电影之类的，没有国内的那种烟火气和亲切感。但是更让海外华人焦虑的，其实是他们知道自己回不去了。当初选择润出去，其实就是为了逃避国内的内卷。但是他们一旦走了，又发现原来国内的竞争是没有尽头的，你一离开，立马就有人顶替你的位置。而海外的华人虽然怀念国内的烟火气，但回不去了，想回去也得脱胎换骨，找不到原来的感觉。其实这就是一道生活的选择题，在国内的内卷和国外的孤独感之间，你根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说白了，打工人的生活就是一场吃土大戏，工资不给你，发个购物卡来充数，出国润了，结果发现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内卷，孤独感更加浓烈。你以为换个环境就能逃脱？想得美！国内的内卷没完没了，国外的孤独更加致命。你要么被困在一堆购物卡里，消耗着你微薄的福利，要么漂洋过海，继续面临无法融入的文化差异和孤立感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打工人都注定是丧失选择权的命运。只不过从国内的加班到国外的空虚，你只是在不同的舞台上领着同一个剧本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。所以，想润到美国去躺赢，别傻了，改变命运可不是那么简单。打工人就像被卡在购物卡里的福利，无论你如何努力，最终都逃不过有限制的命运。想要改写自己的未来，可能得先从改变自己思考的方式开始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犀利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。咱们下期视频见，继续聊聊那些改不了的命运和润不了的未来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事儿别往心里搁。过来看看呐 ，Come on！ 改革春风吹，那么经济轮大锤，炸雷呀炸雷，那么老四带你飞。日落西山你不陪，那么东山再起你是谁呀？这四个伪兄弟他干柴地雷追呀，杀死追来。